近2年，随着古装偶像剧的兴起，不少流量小生借着这股东风声名鹊起，而其中绝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角色滤镜的加持。一旦离开了角色滤镜，他们的颜值真的经得起推敲吗？张凌赫。张凌赫凭借《苍兰诀》中长恒仙君一角大火，长相周正，五官精致，再加上1.9米的身高，还有翩翩君子的出色气质，收获了很多人的关注。加上他在剧中的人设讨喜，虽然爱而不得，但他没有因爱生恨，而是选择默默守护女主，这样深情又可怜的人设，自然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怜惜。也因为这部剧，张凌赫成功跻身于流量明星的行列。然而，因为《云之羽》的热播，张凌赫却陷入了一场舆论风波，网友纷纷吐槽他的演技，甚至觉得他在剧中的表现还不如宫二出彩，一副憨憨呆呆的样子，真的很让人出戏。直到《宁安如梦》中的疯批男主谢薇，本以为靠着这部剧张凌赫能够再度翻红，没想到却因为单薄的演技和不佳的颜值再度翻车。剧中张凌赫疲态尽显，面部看起来坑坑洼洼，泪沟、法令纹肉眼清晰可见，只能说《苍兰诀》里是他的颜值巅峰了。王鹤棣。作为猴男出身的王鹤棣，人设本身就不太完美，需要托大反派的福，他才能在东方青苍的保姆车底下顺利变身为万人迷。那时候网上到处充斥着东方青苍是我一个少年汉子的翻版的评论，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长得帅又温柔，这下子连我妈都看上他了。就连不看电视剧的人，也因为街上到处悬围的大屏幕广告，被这张精致的脸给俘获了去心。所以当王鹤棣最近在新剧《以爱为营》里被揭面具的时候，评论区里面立刻炸出了无数吐槽，这就是传说中的大脸王吗？简直同款不同色。我看到了什么？王鹤棣的颜值面临严重质疑。其实王鹤棣的长相本来就属于较为特殊的类型，他的嘴巴天生比较突出，下巴也较宽，这在某些角度拍摄时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不是借助前2部戏里出色的服化道和灯光，只凭这个先天不足的五官，估计早就被黑出圈了。果然，这次新剧里灯光比较暗淡，他特殊的面部特征就无所遁形，立刻暴露真容，近距离特写之下，显得脸都有些变形，引来无数网友进行艺术调侃。而就在这时候，王鹤棣的经纪人不慎爆出，鹤棣其实还做过面部整形，不然之前更丑，瞬间掀起千层浪。原来人人口中的颜神竟然也会整容，这无疑加重了大家对其颜值的质疑，更让人意识到他需要依靠多重角色滤镜才能映衬出如此姣好的外表。其实现在回头再看，《苍兰诀》里东方青的确五官精致，整个人都栩栩如生，可一旦脱下这层网红妆，原形毕露后才发现，对，这不就是平凡的猴男之子吗？罗云熙。谈起罗云熙这个名字，大家都记着他横空出世的这一年，《香蜜沉沉烬如霜》这部剧成功的为罗云熙铸就了一个怦然心动的人生巅峰。听着婉转哀怨的配乐，看着一片片毁天灭的虐恋桥段，观众们感同身受，连带着一同为剧中男女主的遭遇难过。其中润玉一角更是脍炙人口，成为无数网友心中怜爱有加的存在。罗云熙好不容易等到了属于他的艺术时刻，整个人的状态都是鲜活的，眼神里透着自信，就连接受采访时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表现出他对等待已久后的成功的自豪。可当《治愈系恋人》开播不久，罗云熙却因为身材过瘦被网友疯狂吐槽，病态缺乏阳光，像一具行尸走肉，简直被虐待了。王鹤棣，求求你别整蛊了这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罗云熙。评论一个比一个夸张搞怪，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在现实生活中，罗云熙的身材严重脱离世俗审美，这与戏中那个英气逼人的润玉差距巨大，让无数人目瞪口呆。其实早在10几岁那年，罗云熙的骨感身材就已经很明显，然而偏偏豪门逆袭剧需要的正是一个高大帅气、机身上流的男主角形象。所以剧组特意设计了衬托身形的古装，给罗云熙量身定制了最完美的人设。可惜导演喊了卡，那部凄美动人的剧情便已完结，视效组的后期也早已完成任务，他们为虐恋增添了最后一笔淡妆浓抹。当观众按下退出键，罗云熙这个人就还是他自己，舞台的聚光灯、道具组的包装、网友滤镜的加持，都在一瞬间消失殆尽，余下的只是一个普通的瘦弱的中年人。龚俊。《山河令》一剧中，温客行这个角色一气呵成，凭借帅气又立体的角色人设，
果不其然，成为无数网红脸。龚俊凭借这部剧一举成名，连接了多部戏约。关键是这张脸太讨观众的欢心了，简直就是穿越来的超帅古人。这张脸就像是古画里走出来的，真不是盖的，这颜值完全不像是真人。然而这都是有原因的，在白描中，演员脸部的体积和比例都可以通过夸张等手段微调，同时调动观众的想象力，创造出同屏幕上立体的互动体验。所以龚俊在里面的虚拟脸就显得异常精致。但是当他最近在某杂志拍摄的照片泄露出来的瞬间，立刻惨遭围观吐槽，这哪里还有丝毫温客行的味道，简直就是两个人好吗？剧组怕不是都在用星际玻尿酸，而导火线正是龚俊本身不那么完美的真面目。其实他的五官生的是有几分相似，但过分突出的眼睛让他整个人看上去憨态可掬，尤其是微笑时，脸上层层叠叠的细纹，简直就是40、50岁大叔的标准脸，这让除了忠实的颜范之外的所有人都哑口无言。这个男神也有今天。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龚俊的普男化道也正常，他毕竟不像侯男矮子那样有什么原生力的反差遭遇，要面对的只是普通不过的普男生活现状。赵露思年终购物节活动的时候，作为95后一线小花的赵露思接连参加了好几场直播，而就在她为某个鞋履品牌站台活动的当天，她的全身身材比例被不少人嘲笑又矮又胖。直播活动中，赵露思穿着彩色横条纹小短裙和厚底凉鞋，的确没能扬长避短，反而暴露了她个子不高的劣势所在。而且本来这段时间网上就一直有人在嘲笑赵露思是如今的内娱4大普女，最近这2场直播的翻车，无疑是给这个称号火上浇油。赵露思接连被嘲笑的原因，确实是在五官和身材上存在着一些短板，但更大的问题是，这段时间以来，她没有进组，没有办法保持不间断输出，也失去了路人对她有一定的角色滤镜，完全忘记了自己能够出圈，都是因为角色的优越性。赵露思第一次走进观众的视线，是凭借着一部小成本网剧《哦，我的皇帝陛下》中一个可爱的穿越女。在这部小网剧当中，她圆嘟嘟的脸和一口搞笑的东北台湾腔圈了不少粉丝，甚至让很多大 IP 小说作者出来盖章，将赵露思称之为是他们笔下中最适合傻白甜的女孩子，圆脸甚是可爱，不同于娱乐圈千篇一律的锥子脸。比如说在《长歌行》中，明明是作为女配角，加在一起戏份都超不过3个小时，但是因为其和刘宇宁的 CP 太过出圈，一个大灰狼一个小白兔，一度碾压了一众男 CP， 登顶超话 CP 榜的第1名。靠着这几个角色，使得在大众印象里，圆圆脸的赵露思就是可爱的、活泼的、讨喜的性格，眉头一皱，鼻尖一红，眼泪就啪嗒啪嗒掉了下来，让人倍感心疼，成功做到了傻白甜当中的甜。赵露思拿着角色和作品，在观众眼里有了滤镜。可是真正让赵露思迎来了大爆之后，让赵露思这个名字走进了千家万户，演员逐渐比角色开始出名后，她想提升自己的时尚资源，参加各种活动凹造型，证明自己的商务影响力。恰恰就是在这样走的路上，人们发现赵露思圆圆的脸不吃香了，她鼻子和下半张脸太突出，眼睛太小，又加上她本人可能喜欢韩式妆容和打扮，最近一段时间来用力过猛，染黄头发，画烟熏妆，在自我陶醉在自己很美的一张张活动图中，变得越来越油腻。于是这也就有了大家看到直播翻车的几场事件。不能说是赵露思不美，放在普通人里面，她还是能够出彩的，只是放在娱乐圈里面，她的确有些普通。关键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形象，像是比较有亲和力、可爱甜美，才是她该走的路子，而并非现在强迫自己硬要凹出时尚感。这些年轰动一时的明星，有的人终将为时光所淘汰，而那些过眼云烟的角色，也终会随着年岁的流逝被遗忘。当我们回首往事，会不会对他们充满怜悯之情？毕竟谁也不容易当一个戏子，我们看的只是结果，他们经历的却是漫漫长路。也许我们不应太过苛求美丽，因为那只是一张面具，而面具之下的才是真实的人生百态。